澳洲央行 RBA 再次宣布升息，市场瞬间掀起巨大波动。这项决定立刻成为金融圈的焦点，投资人、外汇交易者与房贷族全都把目光投向澳元的下一步走势。今天我们就直接聚焦在最核心的问题 ，RBA 再度加息，澳元接下来怎么走？先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，今天这集内容非常硬核，但也非常真实。我会带大家看透这次加息背后的真正原因，分享我身边正在发生的现实案例，并拆解未来澳币与各类资产的投资方向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会告诉你在这波震荡中，哪些地方才是真正能抓住机会的关键点。记得一定要跟住我的思路看到最后，因为在影片结尾我准备了一个超级实用的 bonus 要送给大家，是关于接下来几个月资金避险的实操策略，错过的人绝对会后悔。昨天 RBA 公布最新数据时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场压力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？核心通膨依然顽固，基准利率被迫再往上推，这不是冰冷的数字，而是每个家庭都能感受到的压力。像我一位老朋友阿杰，这几年努力工作，买了投资房，本来想给家里多一份保障，但连续的加息让他的房贷每月多出好几千。他昨天打给我时，语气里全是焦虑。他问我，澳币接下来会怎么走？我是不是该卖房？我真的快扛不住了。这不是个案，这是现在很多人的真实状态。很多人听到加息、通膨就觉得那是经济学家的事，但其实它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。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讲，加息就像茶餐厅老板突然宣布不能赊账，而且借钱喝冻柠茶的利息还要翻倍，结果大家都不敢借钱，手上的现金变得更珍贵。RBA 现在就是这个老板，他们看到物价压不下来，只能提高借钱成本，逼大家减少消费。但这背后不只是数据，还有情绪与政治压力。物价高，工资停滞，生活变难，这些焦虑才是政策制定者真正害怕的。我邻居林先生原本想换车，现在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汇率、看利率，最后把车行的广告单丢进垃圾桶。这种被迫缩紧消费的感觉正在每个人身上发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澳币接下来会冲上去，还是会被经济拖下来？现在到底该恐惧，还是该把握机会？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拆解的重点。很多人以为央行加息只是单纯的数据调整，但其实背后牵涉到政策方向的拉扯。央行希望透过提高借贷成本来抑制需求，压低通膨，而政府在面对民生压力时，往往会推出补贴或刺激措施。两边的节奏不一致，就会让通膨下降的比预期更慢，也让央行不得不更强硬。那么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澳币接下来会怎么走？很多人看到加息就直觉认为澳币会大涨，但现实并不是这么简单。直到现在，澳洲的利率其实仍未真正高于美国，而全球资金流向本来就会追逐更高回报与更低风险的市场，因此澳币的走势不会是单边上升，而是会受到全球市场情绪、美国政策以及资源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，呈现更大的波动。我身边就有做进出口的朋友，因为过度相信加息后澳币一定会上涨，结果错过了好的换汇时机，最后被迫在不利的汇率下付款，整笔生意的利润几乎被吃掉。这就是市场的现实，你以为自己在等待更好的机会，其实市场正在等待你犯错。那普通人该怎么办？在通膨环境下，货币的购买力会被侵蚀，反而是那些全球都需要、供应有限的实体资产更具价值，像是能源、金属、部分大宗商品，这些在全球资金寻找避险时往往会成为焦点。这就是2026年下半场真正值得关注的方向。既然大家已经理解了核心资产的重要性，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更具体的未来走势。这不是单纯的市场猜测，而是根据最新的 4.1% 基准利率以及央行背后的政策逻辑整理出来的实际观察。很多人现在被加息吓得不敢动，但往往真正的财富重分配就是在大家都停下来观望的时候悄悄开始。现在利率被拉到 4.1%， 市场甚至预期5月可能会升到 4.35%。对房贷族来说，这确实是压力，但对于懂得看趋势的人来说，这反而是大宗商品补涨的重要讯号。我身边有个朋友小李，去年一直犹豫要不要进场买金属类资产，他担心高利率会压低价格，结果犹豫了半年，白银突破了他的心理价位，铜价也因为全球电力基础设施需求上升而一路攀升。他后来跟我说，他当时只看到每个月多出的房贷，却忽略了全球资源短缺这个更大的趋势。这就是常见的心理盲点，我们对眼前的小损失非常敏感，但对正在形成的长期机会却视而不见。
2026年下半场的趋势其实非常明确，我称之为澳洲核心资产的价值重估。澳洲本身就是资源大国，而在全球能源紧张、油价上升、供应链不稳的情况下，澳洲的资源自然会变得更抢手，尤其是油矿和铜，这些在能源转型和电力需求上都是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。同时，大家也要注意现金的风险。表面上你看到银行给你 4% 的利息，但如果通膨实际侵蚀掉 10% 的购买力，那你看似赚利息，实际上是在慢慢变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把目光放在那些能跟住通膨一起跑，甚至跑得更快的资产上。接下来我会更深入地拆解，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，普通人该如何一步步优化自己的资产配置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就要把视野从澳洲本土拉开，看看更大的全球局势，因为澳币的走势从来不是只由澳洲央行决定，更多时候是被全球风险情绪和地缘政治牵住走。你会发现，每当国际局势紧张，能源市场不稳定，澳币的波动就会特别明显。原因很简单，在国际投资人眼里，澳币不只是货币，它更像是一张反映全球经济景气的风向指标。全球越不确定，资金越会往美元避险；全球越需要能源与原材料，澳币就越受青睐。而2026年的全球局势确实正在把资源推到舞台中央，各大经济体都在强化能源安全，争夺供应链主导权。谁掌握资源，谁就有话语权，这也是我对澳洲核心资产保持信心的原因。我曾经和一位在金融圈30年的前辈聊过，他说普通人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用过去的经验去理解现在的市场。利率、房价、汇率的旧逻辑，在这种全球重组的时代里，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答案。他提醒我，真正能在混乱中找到机会的人，往往都看得懂政治对资源的需求，这点在澳洲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。全球能源紧张，供应链不稳，各国加速储备原材料，这些都让澳洲的资源变得更有价值。所以我对澳币的看法很清楚，未来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。如果你只持有现金，会同时面临通膨与高利率的压力，但如果你持有与资源相关的资产，你的购买力反而可能在这波变局中提升。我社群里有位非常低调的投资人老张，3年前就开始布局实体资源板块，当时很多人不理解，觉得科技才是主流，但到了今天，当大家都在为利率焦虑时，他反而因为提前布局而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回报。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，当大家都在担心利息会带走什么时，你应该去看清利息正在把钱推向哪里。这句话送给大家，真的值得深思。接下来的市场波动会很大，对一些人来说是压力，但对懂得看趋势的人来说，这正是最好的布局时机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补充一个非常关键，但很多人完全忽略的盲点。这个盲点的重要程度，甚至不亚于你选择什么资产，什么时候进场。我们平常看财经新闻，注意力都放在买什么和什么时候买，但很少人会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：你辛苦买来的资产到底放在哪里？最近我在整理自己的投资账户，比较不同券商平台时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身边太多人为了省一点手续费，或因为某个 app 界面漂亮，就把几万、几十万的资产放在一些背景不明、架构不透明的新兴平台上。在2026这种流动性紧缩的环境里，平台安全性，也就是对手方风险，已经变成不能忽视的重点。我有个做金融审计的朋友，亲眼看过某家中型平台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冻结提款，那些散户的资金明明在 app 里看得到，但在法律上却不属于他们，因为资产并没有真正以他们的名字托管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你以为自己买了黄金，买了油矿 ETF， 账面上赚了不少，但如果平台不是独立托管，没有把资产真正登记在你名下，那些你以为的财富，可能只是一串平台欠你的数字。一旦平台出事，你拿不回股票，只能排队当债权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做任何布局都非常重视平台背景是否稳健，是否提供独立股东号码，资产是否真正托管在第三方，平台是否把客户资金与公司资金分开。我宁愿多付一点手续费，也不会把自己的资产放在风险不明的地方。这就像你买了一块金砖，你会放在家里的保险箱，还是放在路边一个陌生人开的仓库？道理很简单，但很多人真的会因为贪方便、贪便宜而忽略。所以在你准备跟住趋势布局之前，我拜托你先做一件事，今晚登入你的交易平台，确认你的资产是否真正托管在你名下。在这种风大雨大的环境里，能把钱赚到手是一回事，能把钱安全留住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好了，分析了这么多，大家最想听的一定是，
那我到底该怎么具体操作？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奇特的转折点。2026年这波加息，本质上是因为全球能源结构的重组倒灌回澳洲，导致我们的生活成本飙升，最后逼得澳洲央行没办法不狠下心来踩刹车。这告诉我们一个核心逻辑，如果你现在还在死守住那点现金流，你就是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缩水。如果换作是我会把接下来的布局分成最关键的3步走。第一步是重新检视你的现金流，现在就要算清楚，如果5月份利率再往上跳一点，你的家庭预算还撑不撑得住？如果撑不住，就得赶快瘦身，把那些没效率的资产处理掉。第二步是盯紧资源型资产，就像我说的，既然通胀是资源推动的，那我们就站在通胀的那一边。当全世界都在缺油、缺电、缺金属的时候，这些食物就是最硬的通牒。第3步则是分批布局，绝对不要在这种震荡期一次性梭哈，给自己留一点余地。为了帮大家更直观地面对这次加息，我特别准备了一个我私藏多年的保命招数，这就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 bonus， 一个叫做334避险资金对冲法的实操技巧。这个方法简单到连小白都能上手。首先将你手中的可投资资金分成3份，第一个 30% 放在高息避风港，利用现在的高利率优势，把钱放进抵销户口 offset account 或者稳健的高息存款，这部分钱是你最稳的底牌，用来对冲你的房贷压力。第二个 30% 用来布局资源抗通胀资产，比如刚才提到的铜、油或者黄金。当纸币因为通胀变薄时，这部分资产会像盾牌一样帮你守住购买力。最关键的是最后那 40%， 这部分钱绝对不能动，你要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子弹留住。当市场因为恐慌而出现大洗牌，那些优质资产被错杀的时候，你手里有这 40% 的现金，你就是全场最有底气的人。你可以像个猎人一样精准进场捡便宜。这套方法的精髓在于它不赌方向，而是利用结构性的分配来对抗不确定性。说实话，看住现在的环境，我也会感到压力，但我始终相信危机是给平庸者的惩罚，却是给觉醒者的奖励。加息固然痛苦，但它也正在把泡沫挤掉。只要你保持冷静，不被大众的恐慌带走，你就有机会在这一波大洗牌中换到更好的资产，实现真正的财富进阶。除了刚才分享的334避险法，我其实手头上还压着一个更直接、更具冲击力的2026澳洲核心资产底层布局清单。这是我花了几个月时间，跟几位业内顶尖的分析师反复推敲出来的具体行业与潜力标的分布。说实话，这份内容因为太过直接，本来我是打算只在私密圈子分享的，但今天看到大家这么焦虑，我心里也在挣扎要不要拿出来，所以我想做个约定，如果你们对这套具体的布局方案感兴趣，如果你也想看我直接摊开数据，不卖关子的讲具体在哪里有翻身的机会，请大家现在立刻在评论区留言我要方案4个字。如果留言的人数够多，大家参与的热度够高，我会感受到你们的决心，那么我就会专门再录制一个深度视频，把这份清单内容彻底公开。但如果你不想等，想要优先看到我所有的方案和清单，你也可以直接加入会员，会员真的很便宜，甚至比你买一杯咖啡还要便宜，而且所有内容都能第一时间解锁。当然最后我也要跟每一位荧幕前的朋友说句心底话，虽然我分享了这么多分析和我的个人经验，但投资这件事从来都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。我今天的分享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与研究，并不能作为你具体的投资指导建议。金融市场瞬息万变，风险无处不在，每个人所能承受的底线也不同，所以大家在做任何财务决策之前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风险评估，对自己的每一分钱负责。毕竟赚钱不易，守钱更难。好了，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你对 RBA 这次加息有什么真实的看法？你觉得澳币接下来会让你惊喜还是让你惊吓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，或者帮你缓解了焦虑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，关注我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个也在为房贷和未来发愁的朋友。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输出钱货的最大动力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